在看完惊奇数位马戏团后，我相信大家对于 Jax 的抽象化早有预见，但本剧却不走寻常路，并没有让 Jax 经过 Harmony 一段化疗后就痊愈。事实上，Harmony 也不是第一个想要安慰 Jax 的角色。早在故事开始前，就已经出现了跟 Jax 关系亲密的伙伴 Ribbit 试图治愈他，希望 Jax 能接受自己本来的面目。结果他不但没能卸下心防，还因此症状恶化，开始对亲近的人恶语相向，进而促成 Ribbit 的抽象化。有人或许会很疑惑，甚至很愤慨：你凭什么？明明周遭的人都在尽力开导你，你没有变好就算了，反而还去伤害对方，导致部分观众对 Jax 的印象分瞬间跌至谷底。但我要说 ，Jax 的抽象化与所作所为，或许是基于现实的考量与主唱鹅妈的悲观想法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 Jax 已经被明确是跨性别者的身份，与此同时，他还生长在一个不健康的家庭环境中，两种因素的叠加，致使他可能有些心理疾病以及创伤。在被扫描成资料后上传到马戏团，这些创伤并不会消失，还会因为马戏团的极端环境变本加厉。所以，为什么即使 Ribbit 是 Jax 最亲密的伙伴，即使当时房间里的谈话每一句都说在 Jax 的心坎上， Jax 还是无法放下心结，因为他的心理创伤从来都不是三言两语、一场谈话就能够解决的。要针对现实中的心理问题，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咨商师或身心科医师，以及让患者感到自在安全的咨商环境。然后经过漫长的疗程后，才有可能好转。在马戏团这个完全无法令人产生信任的环境，不但无法让他好转，可能还会因为在无意中吐露出自己私密的心事而心生惶恐。提一嘴我自己的经历，我自己算是有一些心理问题，我关系好的朋友与家人也尝试去开导我，他们是真心为我好，我们关系也很亲近，但他们要么是不知道如何解决我的问题，要么是他们的角色让我无法完全卸下心防去坦然沟通。所以对于 Jax 的种种行为，我能够稍微理解一二。不过，虽然现实中的案例是如此，但这不代表故事必须这样呈现。说到底，只要逻辑通畅，剧情还是能够选择合家团圆的走向，全看编剧怎么想而已。但我想，之所以鹅妈写出如今的剧情，可能是源于她自身的经历。鹅妈自己本身就是跨性别女性，如果我资料来源有误，请再告诉我，感谢。所以 Jax 的剧情非常有可能是以她自己的经历，或听闻其他跨性别人士的故事为蓝本创作。而这些真实的创作原型，可能大多数都没有一个好结局，毕竟跨性别人士的处境就目前来说还是挺艰难的。面对这些血淋淋的案例，鹅妈无法用在推心置腹的聊天后，从此他们幸福快乐的在一起了，这样简单的带过去。可能因为经历过种种残酷的现实，才导致鹅妈在剧中选择如此悲观的走向。Jax 的抽象化不仅仅是创作上的选择，更是隐喻了所有现实中无法得到援助，最后发生悲剧的跨性别人士。不过，尽管鹅妈选择让 Jax 走向了注定的悲剧，却还是安排了帕姆尼去拥抱抽象化的同伴，去理解这位一路并肩前行的同伴的一切。虽然最终还是没能拯救抽象化的他，但在内心深处 ，Jax 终于能够倾诉一切，卸下心防。我认为这代表，即使有些悲剧已经发生了，但只要我们愿意开始去关注、去理解那些周遭遭遇困顿的人，那都不会是没有意义的。在 Jax 的内心世界中，他与 Harmony 两人有过这样的对话。You should have just talked to me, man. It's too late. I did this to myself. There's no coming back from this. Then talk to me now. 是啊，正如他所说，一切都太迟了，一切都无法挽回。但 Harmony 却还是想要给这位伙伴一个拥抱，去接纳他的一切。尽管 Jax 他曾经自己亲手推开那个愿意接纳他的 Ribbit，
尽管他拒绝了一切对他伸出的援手，但对于已经抽象化的同伴，帕梅尼还是想要满足这位朋友他最渴望的祈愿。这不是为了拯救谁，而是场祭奠，用以慰藉带有遗憾的逝者。不过，纵使 Jax 的故事是一场注定的悲剧，但他在现实中的原型如今却健康快乐地活着。或许经历过那场悲剧后，他还是得到了妥善的援助，解决了心理创伤，在知心的朋友的陪伴下，顺利融入了社会。这大概也是鹅妈在 Jax 的人生里添加的一点慰藉吧。在另外一个世界，他是能够开心的活着的。总的来说 ，Jax 的故事在鹅妈笔下之所以注定是一场悲剧，可能很大程度是因为鹅妈那经历过现实而有的悲观想法。但鹅妈也悄悄在这故事撒下了些许温柔，用来慰藉人物与观众的心。Jax 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，尽管他的所作所为让很多人无法共情，但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塑造的极为真实且有趣的人物。我在滑惊奇数位马戏团相关的影片的时候，有看到这么一个留言，我很喜欢，所以放上来与大家分享。该怎么去评价 Jax 这个角色呢？说他搞笑是不了解他，说他悲观是不尊重他。最好的方式是用帕梅尼的角度去思考他，那就是他是值得被爱的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啦。就惊奇数位马戏团这部戏是我觉得真的蛮好看的，那我自己也很喜欢。那不过我对他的感想我可能就做到这边了，毕竟我这个频道还有一些其他的影片要做，比如说9日的剧情完整解析，或者是那个四之歌的 CP 盘点之类，还有很多。对，那如果你是因为惊奇数位马戏团看我的，也可以考虑一下看一下我的其他影片，去认识不同的游戏啊什么的。对，但总之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了。那很开心你看到这边，如果觉得我这个影片做得不错，可以留言点赞，分享给大家看。好啦，那就到这边吧，拜拜。